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號，歡迎進入直播間的朋友。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美東時間11點半開始啦。那麼已經進入直播間的，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我們就可以開始直播了。你好，錢朋友，謝謝確認。我們趕緊來說一下現在的這個指數。那麼現在指數現在走出來了，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說的那種比較壞的情況，就是開始要走反向了。現在大概率這裡要走反向，日線上要走反向的回撤一筆了。那麼你可以從最下面的6316用黄金分割測一下，因為它這個離0.382還是有點遠的，對吧？你也可以把這個0.236給加上。那麼離0.236現在也有距離，如果說到0.236的話，還有2%左右的空間才能到0.236。但是現在市場上都在等這個5月20號英偉達的財報，對吧？那麼周三盤後是出財報的。那麼其他的市場上現在還主要最擔心的就是這個通脹。然後你去看這個30年的這個債券，也是現在已經到了5%以上了，对吧？我們在應該是周五直播時說過，這個在月線上30年債券這個是，如果說真的上去的話，那麼股票那邊肯定是要有一些反應的，它會傳導到股票這邊來。所以現在還是通脹的這個威脅，有可能就是說，如果說通脹一直壓不下去的話，那有可能還要再加息，那這就對市場來說肯定是打擊。那麼現在看這個日線上，標普日線是3根 K 線。我們再看一下1小時，1小時上的這個變化是我们现在關注的，把其他的清一下。那麼1小時上，它出現了3個中樞趨勢上，從6316大 A 中樞、大 B 中樞、大 C 中樞，然後 C 中樞現在還出現了一個3買，這是我們之前說的是在周五直播的就說過，這裡是一個潛在的3買轉2賣。那麼現在雖然說這個3買轉2賣這一筆啊，嚴格定義是不滿足一筆的，因為它是有包含關係的，它是有3根 K 線有包含關係，然後出現4和5，就是說，但是周期是滿足的，時間周期是滿足的，5根，對吧？那麼現在可以當成3買轉2賣來用，現在可以這麼用，畢竟在日線上也出現了強頂分型，所以可以是這麼來觀察它。那麼現在有一個位置就在等比例在7335，也就是說這個123，如果說3跌到7335的話是等比例。如果說跌破了7335，那意味着3就不背馳，那就可能有4和5，對吧？所以說在這個1小時上，我們就關注它有沒有背馳。如果說背馳了，我們就再等一等，畢竟它有背馳的情況下，我們就做多的話要謹慎，它可以在4和5之後打個5折，你再進場。所以就是你要結合5分鐘、1小時，然後再結合日線。那麼如果說它給你彈一次，做個小中樞。再往下走，這個是小 B 段，如果說快速跳空缺口啊，快速下跌啊，那你要注意了，那可能就是要走出2個小中樞才可能結束。所以說它之後的變化是多樣的，但是我們需要嚴重觀察它了，因為如果說這裡日線上要走一筆的話，也不是說走5根 K 線就可以結束。當然了，走5根滿足下跌一筆可以結束，但是它也可以不5筆之後可以繼續延續啊，對吧？我們是沒有辦法預測到的，所以說這個位置，而且現在大量的這個股票都是，獲利盤特別大，就是大家的獲利都非常豐厚，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的話，這個大家都會賣得很快，所以這個位置要小心，千萬不要追漲。你只要能做到不追漲的話，你就按照結構做就好了。那麼看你做的周期是哪個周期的。到那個你做的交易那個周期上看有沒有找它有沒有買點或者有沒有賣點，這樣的話按照周期來就可以了。好的，簡單說一下這個指數，我們現在看大家的提問。先看這個莉莉朋友問了一個 BW， 這
這公司從來沒分析過，在我的印象中，但是漲得也很好，对吧？現在是22塊錢。我們可以簡單的看一下這個 BW 公司是幹什麼的。既然從來沒分析過，可以用一點點時間簡單的說一下它的基本面，查一下。那麼這公司主要是提供全球電力和工業裝備及服務，核心產品是包括大型工業鍋爐、環境控制系統以及這個垃圾發電技術。它的這個有龐大的存量設備基建與轉換成本，全球極高的裝機量為其帶來了長線高毛利的售後服務、維修與零件更換純現金流。它在這個熱能及工業發電領域，它是傳統的巨頭。那麼現在正借 AI 數據中心的爆發式電力需求和低碳轉型重獲新生，是這麼個公司，對吧？那麼呢，它的問題是啥？就是深陷虧損與高昂的轉型的財務陣痛。雖然說這個2026年 Q1 的訂單因為 AI 的需求暴增，超過了1900%，超過了1900%，但由於歷史債務沉重，轉型的研發投入巨大，它的淨利潤仍處於巨額虧損狀態。看一下它之前的這個財報，還在虧損。那麼，它現在可能還要那個5月底還要完成一個2億美元的增發，所以這是它現在的狀態。但是股價已經從下面的這個2塊錢漲到20，這是翻了10倍。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構，看看大周期，它從最底下就是借着這波 AI 上來的，对吧？那麼月線上一直是一筆上的，月線上一筆上，然後我們再慢慢的縮小周期。周線上的话，這裡有過一次回踩，周線上有過一次回踩，2次回踩，這裡的話也能算一次回踩。我們把這個周線上給它稍微畫一下，這樣的話我們找出來要分析哪一段。這裡有過一次回踩，但是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它有沒有碰到，然後這裡不夠一筆，基本上就是這麼個結構。這兩個 K 線沒有碰到，那麼它就是一個1、2浪形的話，就是一個1、2、3、4、5、6、7，對吧？7明顯長，空間大，不背馳，這是它現在的一個狀態。那麼7不背馳的話，我們就要着重關注的這個第7浪或第7筆的內部，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飽滿了，是不是這個組件都有了，跟模型相比，這樣的話是不是就要回調了呀，對吧？那麼在日線上的話，有過回撤，但是它這裡有過一次回檔，那麼這裡是有一個中枢了，日線上有這麼一個中枢，對吧？那麼結構出來了，你就好分析了。其實，那麼在這個日線上的話，就是有进入段2次回檔，然後走離開，那我就要先比較進入跟離開。單瞅 MACD 的話，並沒有明顯的背馳，就是這個離開段跟進入段這個 MACD 比較，你就會發現，雖然說這個進入段這個 MACD 這個面積好像挺大，但是後面這個可能沒結束，就這個離開段可能沒結束，在日線上。我們現在用工具比較一下它的空間，剛好是等比例，剛好是等比例。你說這幫機構也好，或者這幫这個主要參與者，就是看着圖來的，看到沒有？你如果說也是有這些分析方法的話，你說這個位置你是往裡衝着追它呢，還是應該減倉呢？對不對？所以技術分析不是沒有用，就看你會不會用。很多東西都是這樣，你不了解，你不懂，你就說這個東西沒有用。很多人就是覺得，哎呀，技術分析就是畫線嘛，就是這個跳大神兒，對吧？就是覺得所以他因為不懂，所以說任何東西不懂，你都可以說它没有用。那麼到了這個位置，關鍵位置它上不去，那就可能要回撤了。如果要回撤的話，回不來的話，還是3買，還可以繼續往上走。所以說，就看你这個你的底倉首先在哪裡，你在哪裡進的，你的成本是多少，對吧？這個位置它已經有過這個小內部，現在看的是1小時，那這個現在看的日線，那麼1小時上肯定有結構啊。所以說這個位置可以減一點嘛，對吧？等待它回來，等3買。很多人說，那回來沒給3買，直接上去，直接上去，你有底倉啊。我們講的是3個維度選股之後，你是留着底倉的，你不是每次都全倉進出的。你如果說全倉進出，那你去做日內吧，
對吧？全倉進出每次都是全倉進出，那你不適合这套系統。所以說我們講的是選好的標的之後，我要長期，比如說短的話可能3個月、5個月，長的話是1年、2年，再長可能5年、10年，我都做一個標的。底倉是一直拿着，直到什麼時候不動呢？可以不動呢，就是你的成本在零，在負，對吧？你可以不动它了，你不可以不管它了，因为这公司破產的話，你也不虧錢。首先保證你自己不虧錢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去不進行這個技術方面的操作。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BW 基本面不錯，可以這個去跟。然後我們再往下看，秦某又問了一個高通，高通的話也是，他也是開始自己要做這個芯片了，對吧？那麼也是給市場或者給這家老牌公司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但是不知道現在市場買不買賬。我們看一下它的日線上，因為我也有關注這家公司，把這個121右側的，那麼它是因為財報之後，它是應該是財報之後所公布的這個事兒，那麼你會發現它這波漲的也是特別快，從這個121.199漲到現在最高的話漲了103%呢，對吧？很短的時間就漲了那麼多。那麼現在這個回檔，我們看一下它到了多少，已經到了 0.382 了。我們把這個 0.236 給它去掉，我一般留3個，要不然的話比較亂。現在到了 0.382 了，但是呢，回落也夠一筆了，底分型也沒出現。之前是今天如果說不出現新低的話，是有可能出現底分型的，但是現在又出現新低了，底分型又是被破壞掉了，所以說還不知道它這裡能夠回檔到多少，有可能再去 0.5 啊，甚至到 0.018， 甚至去踩一下這個120天和200天補缺口，有好多小缺口，對吧？有3個缺口了已經，如果說下面都算上了，可能很多小缺口，所以说這現在不知道。那麼再看一下它的這個1小時上這筆回檔的內部有沒有結構。那麼回檔的話，我們看這裡是進入段一次回檔，然後這裡是其實有這麼個小結構，在1小時上的話不是特別明顯，但是你去30分鐘上看的話，這裡是肯定是有一個小中樞的。但是你會發現它每次的回檔之後的這個 MACD 會越來越小的面積，看到沒有？說明什麼？說明衰竭了呀，就背馳了嘛。越往下跌越有人買，所以基本面在向好的情況下，有回檔是進場去做多，或者說進場又回補。但是它因為在1小時上這個結構，就回檔的這個結構還不夠非常充分，有可能再往下沉一沉。只要不出現一種快殺，就是這種就是一個離開不能出現非常快的往下走。那非常快的往下殺的話，那就會出現離開段跟進入段一比較不背馳，那就可能要出現2個中樞了，那個時間就長了。對吧？所以現在就看它什麼時候要出現底分型才有可能起來。所以要進的話，日線上現在是沒有大的那個位置，沒有大的這個週期上是沒有。那麼只有在1小時上看你要不要做這些小的反彈。但是我的建議是可以去盯這個票，然後有反彈的話可以往裡加。畢竟它一旦轉型成功的話，那麼你看它的大週期上也是。我們看一下裸 K， 比如說它能起來的話。下面現在看的週期是季度，這裡有個大中樞，那這2次回檔的話，還是下面這個中樞300，它可以再往上走的，對吧？相當於這個離開，那上面的空間就能起來。所以你會發現，好多股票它是這個重心是慢慢抬高的，慢慢往上走，抬高，慢慢往上走，抬高，這種是我們要的股票，就是長期它是向上的，而不是說它長期在一個大區間裡震，那這個股票這公司的這個基本面是肯定是沒有變化的。好的，這是針對高通，我們但是現在畢竟大週期上沒有明顯的這個出現底分型，你就不要進嘛。我們是雙觸發，有底分型，然後底分型是觸發你觀察它。那麼什麼時候進呢？是就要看一下它的內部，因為它有可能出現底分型了，觸發我觀察，但是有可能它的內部不夠飽滿，就是這個回檔的時候可能沒有背馳，那我也不進。2個中任督。我們看一下這個朋友問，最近核電稀土板塊跌得好兇，能不能看一下這個是4個優是吧？這我們也沒分析過，不知道該砍掉還是等補倉。這種問題其實你首先要問一下你自己，你對這個板塊你最開始進的時候你是基於什麼理由，對吧？
畢竟現在核電是因為也是剛才看的那個 BE 也是 BW 也是一樣的，對吧？都是因為 AI 數據中心的原因。它下面有，你看，這就是我們之前說的，它從這個最低點這是多少 0.78， 現在看的是周線上，周線上從 0.78 起来之後，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枢，這2次回檔或者說小於9段的話，它還是下面中樞的3買呀。你之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在什麼價位進的，但是這種回檔是它的正常回撤，所以說你如果說在基本面研究好了的話，這種反而是你加倉的好機會，而不是說去割肉的這個地方。那如果說你要去割肉的話，說明你可能当時它炒作的這段，因為畢竟核電的這個板塊，他们的這个是重資產，他們投入非常大，你想想短期出現效果的話很難的。所以要抱着這種長期跟他奮戰的一個心態，你就能做下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成本。其實很多人沒有成本觀念，沒有成本概念，總覺得哎呀漲了我就一直拿着不敢賣，對吧？然後跌了就猛加，你造成你可能越套越深。一定要把成本手裡的持倉，比如說你也想打算長期拿，比如說要進個5層倉或者進個3層倉、幾層倉，這個的成本一定不能高，你才能拿得住。對吧？所以，先利用這些差價，從基本面選好的股票之後，先利用差價把成本降下來，然後成本低了，它願意跌就跌去唄，對吧？你看它現在這個空間有多大？40%左右的一個空間。禪師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次講到說什麼？說40%的下跌你都那個拿不住，或者說你都害怕了這個怎麼樣？你不適合做股票，因為你沒有做好你的計劃，沒有做好你的研究，你就殺進去了，對吧？那麼對很多這種它的這種股價並不大，說明它的這個盤子並不大，那麼它的這個振幅也大。所以說但是這個行業呀，我不知道它是哪個是龍頭。我們要做的話，一般是做龍頭，但也可能沒有龍頭，大家都水平都差不多。所以你要選好一個相對的，比如說裡面基金比較扎堆的，大家覺得它的潛力更大的這種，你就長期做它。但是這個圖形上其實很簡單，這個周線上做了2次回檔之後，開始在這做這個中樞呢。現在周線上有這麼個中樞，那麼它其實就是現在已經連跌了三周了。那麼它完全是可以再跌到這個中樞下沿這裡，這個位置，跌到這個16.22以下，對吧？甚至是跌破前面那個低點也沒有破壞它的結構啊。它只要不破壞它的結構，它就可以在這個區間是任意震。只要它不破壞，它即使跌破這個12.08到120均這裡到10塊錢，它也沒破壞結構。為什麼呢？這麼說呢？因為它下面的中樞在這兒呢，它只要不回到這個中樞裡面來，它可以任意震。對吧？這都是在你，其實說白了，這都是在你的承受範圍之內。如果說你真的要長期做它的話，但是長期做並不代表人家短期不可以回檔啊。這就是你要利用的地方，你要利用這個回檔，找到位置，也不是說回檔了就馬上要進，而是利用它到了一個阻力位，到了一個支撐的位置，你去加倉，然後有反彈減一減，對吧？其實就這麼點事兒。那麼現在在日線上的話，它現在是到了200天這個200天周線這個支撐線這裡，前面這裡是從來沒到過200天，看到沒有？從這個位置上去之後，從這裡交叉之後，200天就沒有碰到過，所以200天應該能撐這個有點支撐，彈一下。這裡如果說能彈一下的話，你可以先減一點，就怕它真的要跌破200天。但是我估摸着現在200天很難的，如果說真要是跌破200天，那可能是它的基本面是出現了一些真的一些什麼變化。如果說不是那樣的話，那跌破200天有可能要做一個空頭陷阱，我們看一下1小時，1小時一次反彈，然後這個反彈在1小時上是不夠一筆。基本上你看它的這個123的3走得很快。我們看一下30分鐘上可能更明顯一點。30分鐘上這裡有一點點的碰到，所以說你要看30分鐘上可能更精細一點。這裡做了一個30分鐘的中樞，然後直接又下去，這裡是不夠，這裡有一個30分鐘的3賣，是這麼個結構。30分鐘上，這裡也算吧，就是所以說30分鐘它基本上走了一個1、2、3、4、5，就是下面有一個大 A。然後呢，這個小 B 段走了一個1、2、3、4、5，那麼現在有可能要再做出來第二個30分鐘，所以你要進的話，我建議
等待第二個30分鐘的 B 中枢出來，這裡再出來一個中樞的時候，它有可能要選方向，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再次跌破這個。如果說再次跌破這個就加，如果说往上走，那就是走反向，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再次等待。我的建議是再次等待出來這個 B 中樞之後，那麼如果說出來了 B 中樞，你就每次什麼位置加呢？就是每次的回檔，每次的回踩，先做這個2買，只要不跌破前面的低點就可以。如果真的跌破的話，那你就現在再等一等，等待這個30分鐘這個離開段的內部出現背馳的時候，你再買，那這個位置就是1買，對吧？所以說就等着2買和1買出現之後再做它。所以說，但是如果說基本面再向好，有回檔是不怕的。那麼這只是我的一個個人的一個觀點。尾號58499朋友問了一個 Oracle。那麼我們看一下甲骨文，甲骨文的話也是問題在哪兒？就是它的那個之前好多那個好消息出來，對吧？但是它呢就是可能也是跟 AI 相關的這些建設呀，現在就是讓這個大家擔心它有支出，但是回報回不來。那麼我們把它從最低點134.57之後的分析一下。那麼134.57因為打了低點，我們可以看這個在周線的話，它其實你看它這個反彈，因為有包含關係處理的話，可以當成一個123，但是不是很就是標準，比較牽強。如果說月線上肯定又出現了這個134.57就是最低點，月線上，那麼而且月線上出现了一個強的底分型了。然後這裡其實就有一個月線上，這裡有一個站定，這裡有一個中樞了，對吧？那麼如果說能夠起來的話，那就厲害了。這就是如果說月線上給來一個空中加油，能起來的話，空間能打起來。我們再觀察，以這個134.57作為分析，我們就只關注134.57這個右側就可以了。現在周線上是應該夠一筆了，周線上夠一筆。我們現在觀察日線上，就觀察這個周線這一筆是結束了呢，還是能夠繼續往上衝？但是周線這個 MACD 張口還可以吧，對吧？你要觀察它這個 MACD 的張口，快慢線的張口張的要大，說明動能上衝的太大。所以現在這個動能還可以，但是就不能收縮。它如果說一旦這個快慢線瘪下去的話，可能這裡要踩一下，然後再起來。那麼這是周線，我們要看日線，現在也就是它現在在小周期相對小一點的周期的一個整體狀況。那麼是出現了一個123段，第一筆、第二筆出現了一個123，对吧？你如果說其實跟着做的話，這個第3段出現背馳了，就可以多減一點。這個123段，3明顯背馳之後就可以多減一點嘛，用那個我們的這麼多工具去比較嘛，這都我們講過很多次了。而且它還在這個應該是這是月線的前面的這個高點這的位置。月線的前面這裡還有一個198的這個高點這個位置，你看它這是正好打到這個位置下來的，對吧？所以多重壓力吧，又背馳，日線上又背馳，然後在月線上還是那個潛在的壓力位置，所以說它出現了回檔。那麼這個要怎麼再繼續跟呢？在1小時在這個日線上，這次現在等待它再次回踩，那麼有可能是要踩到120天，這樣的話有可能也是在等這個英偉達財報。英偉達財報出來之後，可能要踩一下，或者在這個之前就能踩到這個120天的話，反而是可以進場做多去，因為它這裡可以做一個中樞之後起來上去，對吧？那這樣的話，它的這個月線上這個大的空間能打起來。你也可以在月線上，你先測一下它潛在的反彈的位置，那麼到0.382、215、240、265，這都是潛在的可能要受到壓力的位置，对吧？這黄金分割我們講過很多次，就類似一個十字路口，你到了十字路口要觀察，你即使是綠燈的話，那堵車塞車你過不去，你不是一樣慢慢的開嗎？對吧？到了紅的那個十字路口了，不是說就要這個有阻力。我到了十字路口，然後那個虽然說顯示紅燈，但是那個路中央站一警察給你招手讓你往前開，你說你是停下來還是往前開，對不对？所以現實中的道理跟我們这个在股市中是一樣的。那麼
這就是等待它的这個再次回撤。好的，這是針對這個甲骨文。7667朋友問一個，還是問 Rivian 是吧？不知道我們上次說的那個位置有沒有跌破？啊，跌破了這個 13.58 了。跌破前低，等待拉回建倉嗎？你想問是不是跌破之後就要建倉？我們看一下它跌破之後的情況。我們之前說了，一直盯着這個 13.58， 对吧？跌破 13.58 意味着周線的第9筆，這是1、2、3、4、5、6、7、8、9第9段，就是之前一直沒跌破，就是新的一筆一直沒出來，所以說明它這個之前這個下跌這一筆沒結束。那麼現在走出來了，我們之前分析的這種可能性了。那麼現在就看這個第9段什麼时候結束，現在也是在這個中樞的中軌這裡。我們看一下日線上，那麼日線上它就有結構了。我們把這個把其他的先給它拽過去，我就這樣的話，這個圖形有點亂。我们把這個日線上給它補全嘍。這是進入段，這是離開段，對吧？它這個結構現在就飽滿了，有進入段，有中樞，有離開。我們現在關注的就是這個離開段跟進入段要比較，什麼時候有背馳，這樣的話就有可能要出現這個反轉。那麼針對這個離開的話，我們這個先往下的拽過來。那麼我們現在關注的重點就是這個離開段。目測的話也知道這個離開現在短，但是離開短它是可能沒走完，對吧？它可能沒走完，但是這個張口現在你看它這個張口一直沒收縮，對，像這種才可以，才可能反轉，才可能那個掉頭。現在還在張口往下走，那你說它肯定動能還是強啊，對吧？雖然說我這個離開跟進入比較我短，但是你這個短是短，但是你沒走完呢，你可以一直往上延伸的，对吧？所以也是一樣。你应該上次你在問的時候，我們說是在應該大概在這個位置，我們說它有可能上去，但是呢可能上去之後直接又下來，就再下來，所以說有這種情況出現，我們就說可以少進一點，少進一點，防止它上去。但又因為它這個力度弱，你防止它這個被打掉之後，所以說你只能少進一點。因為你如果不進的話，它一旦上去你就相當於踏空，但是呢你又怕那個進去太多，它又很快下來，所以你又不能進太多。所以這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时候要知道，没有100%的無風險的交易是不存在的，你任何位置進都可能被套，除非是你知道內部消息，除非你是那個川普的這個好朋友，他每次那個有重大事件发布之前給你發個短信，或者說給你一些那個提示，對吧？你是可以不管這個位置的，你只要沒有這些，你任何位置進都可能被套。你能做的就是要麼止損，要麼就用倉位來控制風險，曉得吧？所以說不存在無風險的交易，那麼這是一定要告訴自己的。但是呢，我要在我能夠承受的損失下，我這個損失我能控制，我這個位置進了，然後它跌破這個位置我就止損，或者說我知道它有可能要下來，或者跌破某一個位置，那我就少進一點錢。我每次進那個跌破這個位置我再加一點，結構飽滿了我再加一點，對吧？我就是類似這種方式，類似一個網格交易，每跌5%加一點，每跌5%加一點也可以。如果說你長期看好這個片的話，是可以這麼做的。但是禪師為什麼在他的文章中很少講到止損呢？就是因為它是基本面加比價關係的條件下選股，這個公司的這個基本面或者它的比價關係，所謂比價關係就是這個公司在它行業中的地位。如果說比如說英偉達這種龍頭，那這個龍頭不可能半年變一次吧？那還叫什麼這個基本面分析了，对吧？如果說你的基本面分析是3個月半年就變一次，那你這不叫基本面分析，而且基本面它也不可能，就是對一些龍頭公司它不可能出現，它這都是長周期的。所以說在你的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分析好之後，那麼它是不會出現這種變化的，所以說你不需要頻繁的看它。那麼我是可以利用網格交易來進場的，因為它的長周期是向上的，我就可以利用短周期的回檔進場。所以說禪師是很少講止損，這是因為他已經在基本面和比價關係選好了。如果說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出現變化，那他即使是這個股票在高在上面，他也要全倉出來，因為它的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出現變化了，而不足以支撐它長期繼續向上。所以說即使他在盈利狀況下，他也會全倉出來，這是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這個思維方法，而不是說這個任何的股票我都去進。那麼針對這個的話，就是它的這段要走完，要飽滿，那你就要降低週期了。前面這裡有 A 中樞，那麼這裡又做了一個 B 中樞。我們看它這個 B 中樞在哪裡？應該在這裡，對吧？現在是 A 中樞有了 ，B 中樞有了，我現在就等着這個 C 什麼時候結束。但是呢，現在是針對第二個中樞，它也是動能很強。MACD 你一打眼一瞅就能看出來，現在它這個跌的這個速率，或者說它這個速度是這個有支撐啊，還是說殺得很快啊？你一打眼一瞅，它沒收口啊。這不收口的話是不可能轉折的，就是這個快慢線的那個口，要收口才能轉折。如果說收口的話，還可以給一個三脈，也就是說讓這個結構更飽滿。所以說，不着急往裡進。現在，那麼起碼在1小時上，我要飽滿之後，我才可能在日線上出現轉折。那麼日線上轉折的話，它也是可以啥的？日線上這個轉折還可能出現日線的三脈，然後再下。就日線上這個結構也不飽滿。你1小時結構飽滿是前面這段，這段是1小時結構，它飽滿了，對吧？可以反彈了。但是你反彈之後呢，只是反彈了這個位置，只是反彈了這段。那麼反彈的這段又在日線上又是三脈，那還可以下。那麼也就是說，日線的這個結構還不飽滿，日線的這個結構飽滿了，我可以反彈了，也就是周線上我可以反彈了。但是周線上這個反彈，我只反彈到了這個周線中樞的這個上沿這個位置，沒力度了，我也可以下來。你發現沒有？全都是從小周期有變化，然後開始延伸到大周期，都是這樣傳導的。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要從小周期觀察呢？大周期找方向，小周期找動能變化，你這樣才能夠把多個周期聯繫起來。好的，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只能分析到這裡了。還有這個有一個會員應該是 Clarice， 應該是這麼讀吧？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可能讀的不對。你的這個，你想分析一下 BB 是什麼 ？BlackBerry， 好吧？那麼因為是會員朋友，我們多照顧一下，因為我今天的時間還可以。我們最後，你是上次問那個黑莓那個，我不知道你當時我是怎麼說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進。那麼在好像是說你想建倉，但是我當時說去小周期去建倉，對吧？去5分鐘、1分鐘上去找位置。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利用，就是利用它之前這次回檔，在1小時，在這裡是有過回檔的，利用我當時給你的建議有沒有進？那麼它在1小時上下面是做了一個中樞，現在這裡做了第二個中樞，1小時上已經做了第二個中樞了，高低點有接觸，這是一個擴張的中樞。那麼現在你看它這個1小時的第二個中樞，現在就是圍繞第二個中樞在震盪呢，對吧？你就可以你還想建倉，之前沒進嗎？你上次問我的時候，我們就在這裡，我當時就說的是你不要追漲，找小周，因為大周期上沒有位置，你只能找小周期去進。它在1小時上，在我們說完之後，都給你回踩了，這2次回踩你都沒有進嗎？現在它又上去了，你又想進，那又錯了。就是每次回撤的時候，我要找位置進，而不是說我衝上去了我找位置。那你這不正好節奏是正好反的嗎？所以說你要等待它再次回踩到這個中樞的這個下面的位置，或者說到中樞的中軌這裡，你才能進。你現在你不是正好又亂了嗎？對吧？所以說你如果說你的交易周期沒有辦法去盯1小時的話，或者說這種周期你容易錯，比如說也不是大家都不是全職炒股的話，那你這種位置做不了，那你就拉到捞高周期，日線或者日線以上沒有位置進，我就不做，我就等，直到它給我出現有效回撤的時候我再進，對吧？一定要定義好你要交易的周期是什麼，然後才能去做。你不能說我任何周期我都想做，但是你開個會喝個咖啡，然后買卖點沒了，那你是做不了的呀，對不对？好的，那麼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次再見，拜拜。